为了证明一个好人无罪，这位检察官必须先亲手把他送上绝路。这听起来匪夷所思，但在这个故事里却是通往正义的唯一路径。这个被逼上梁山的检察官叫韩明，他接手了一个棘手的案子。一个叫王永强的男人用一把剪刀捅了当地的恶霸刘文静26下。案子看起来并不复杂，人证物证俱在，王永强本人也对伤人的事实供认不讳，一切似乎都指向一个故意伤害的结局。这个案子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受害者刘文静是当地一个车队的头头，他的手下们认为王永强迟迟未被起诉，导致他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，于是他们开着大车把检察院的大门堵了个水泄不通。他们情绪激动，只想要一个结果，那就是立刻起诉王永强，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没工资了！哎，对，我们现在跟你们领导说话呢，你是干啥的？我是这个案子的主办检察官，有什么事儿跟我说。车队发不出工资了，我们怎么活？你们这个事儿属于劳务纠纷，到这儿来干嘛？谁让你们把大门堵上的？我们不来这儿来哪儿啊？你们不起诉王永强，刘文静就拿不到赔偿，就没人给我们开工资。韩明和他的同事们面对着汹涌的民意，压力巨大。在同事看来，这就是一起由债务纠纷引起的恶性伤人事件，应该尽快提起公诉，平息事态。而韩明作为主办检察官，他甚至提出用司法救助的方式，先帮工人们解决燃眉之急。但这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拖延和安抚的手段，一切的走向似乎都在朝着对王永强不利的方向发展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韩明发现这个案子远非表面那么简单。王永强之所以借下高利贷，是为了给身患重病的女儿筹集手术费，而放贷的刘文静不仅用暴力催收，还长期对王永强的妻子郝秀萍进行骚扰和侵犯。案发当天，刘文静更是再次闯入王永强家中，对郝秀萍实施了暴行，并逼迫王永强签署离婚协议。王永强在证词中提到，刘文静在离开时曾声称要去车里拿刀，他是在极度恐惧之下，为了阻止对方进一步的伤害，才失控动了手。这个说法为案件增添了一丝正当防卫的可能性，但关键的证物那把刀却始终找不到。没有刀，王永强的说法就成了孤证，更像是一种为了脱罪而编造的谎言。案子因此陷入僵局，2次被退回补充侦查，拖了半年之久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韩明自己的生活也乱成了一锅粥。他的儿子韩雨晨在学校里因为制止校园霸凌，和教导处主任的儿子张科打了一架。走一圈，快点儿！让你走不走啊？对方的家长不依不饶，要求韩雨晨必须道歉，否则就要走程序，给孩子留下案底。韩明和妻子陈秀为此焦头烂额。陈秀认为儿子是见义勇为，没错，就不该道歉。而韩明则从更现实的角度考虑，希望儿子能先低头，别影响了前途。夫妻俩为此爆发了激烈的争吵。这话说的你不是他爸？就你把孩子惯这样了，到底那这我让他打的人吗？那我让他打的人吗？啊，我让你把人鼻子打成那样了，别老整这出，你哭出来。别哭，别哭这些。谁电话？啊？什么啥？别装傻！谁电话？你为什么不接？同事吗？什么同事啊？王铁军啊！王铁军为什么不接？一个男的电话有什么不能接的？接！这事儿赶事儿都单位不烂事儿，我接的这。你们单位还有烂事儿？接，行不行？接。哎，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，一边是悬而未决的棘手案件，一边是鸡飞狗跳的家庭琐事。韩明被夹在中间，身心俱疲。与此同时，王永强的妻子郝秀萍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刘文静的家人找到了他打工的工地，威逼利诱，让他签署一份假证词，承认自己与刘文静是情人关系，以此来洗脱刘文静的罪名，并把王永强彻底定在故意伤人的耻辱柱上。他们用王永强欠下的债务和女儿的未来威胁他，承诺只要签了字，债务一笔勾销，甚至可以帮王永强运作，免于极刑。郝秀萍一个弱女子，丈夫身陷囹圄，女儿年幼多病，她在绝望中苦苦挣扎。她相信丈夫的清白，但现实的压力却像一座大山，压得她喘不过气来。她最终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绝望和抗议。你别跳，小明！哎，小明！不过去！吓唬我们是吧？跳，混蛋！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王永强在劫难逃，这个家庭即将分崩离析的时候，韩明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。他顶着所有压力，主动申请召开一次关于王永强案的公开听证会。
这个举动让所有同事都大跌眼镜，因为在现有证据下，听证会的结果几乎是注定的，这无异于把检察院放在火上烤。但这恰恰是韩明计划中最关键的一步。他要做的不是在会议室里和同事们争论法条，而是要将整个案件的始末原原本本地呈现在公众面前。他要让冰冷的法律条文去触碰一个普通人所能承受的极限温度。听证会上，韩明不再是那个和稀泥的检察官，他详细地展示了过去半年里王永强一家所遭受的非人折磨。他播放了刘文静如何用铁链锁住王永强，逼他喝下侮辱性的液体，以及如何一次次侵犯郝秀萍的视频片段。我也不想给你戴绿帽子。离婚协议书我帮你写好了，签个字，以后你老婆归我。看现在。这些触目惊心的画面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窒息般的愤怒。韩明指出，虽然从法律上讲，王永强动手的那一刻，直接的侵害已经结束，不符合传统意义上正当防卫的紧迫性，但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，刘文静对王永强一家的不法侵害从未停止过，那是一种持续性的，足以摧毁一个人精神和尊严的恐怖行为。韩明的情绪越来越激动，他讲述了自己3年前办过的一个类似案件。当时他严格遵循司法惯例，将一个介于见义勇为和故意伤害之间的当事人判了刑，结果那个人出狱后不久就意外身亡，留下一个未成年的女儿。那个女孩哭着问他，自己的爸爸到底错在了哪里？这个问题像一根刺，深深扎在韩明心里。他又提到了自己儿子韩雨辰的经历，一个孩子为了制止霸凌而出手，却要面临可能影响一生的污点。他质问在场的所有人，如果法律不能保护好人，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比坏人作恶的成本还要高，那么法律的意义何在？法律的权威来自哪里？难道不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吗？这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一共452条法，从头到尾写的不就是4个字：公平正义吗？如果我们不能替他们说话，替他们讨个公平，那要我们检察官有什么用？用真正的公平正义去回应每一个老百姓的诉求，去回应他们的情感，去回应他们最朴素的期待，让天底下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件事。他的发言像一声惊雷，震动了整个会场。他不是在为王永强一个人辩护，他是在为所有被不公对待的普通人呐喊。他是在挑战那些墨守成规、脱离了人情世故的司法惯例。最终，他给出了自己的结论：王永强的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规定，应当被认定为无罪。在他发言的感染下，在场的听证员、人大代表纷纷动容，最终的评议结果发生了惊天逆转。原来，韩明从一开始就布下了一个大局。他看似的拖延和按部就班，是为了搜集到足够多的能够还原整个悲剧的证据。他深知在内部审查中，要推翻一个看似铁板钉钉的案子有多难，所以他必须借助一场公开听证会，用舆论和道义的力量去撬动僵化的司法惯例。他把王永强逼上绝路，更是把整个案件逼到了一个不得不公开面对良知拷问的十字路口。故事的最后，王永强无罪释放，与劫后余生的家人团聚。韩明的坚持不仅拯救了一个家庭，更重要的是，他用行动捍卫了法律真正的尊严。法律不应只是惩罚恶的工具，更应是守护善的屏障。有时候，真正的公平正义，恰恰需要我们有勇气去挑战那些看似不可动摇的规则。